他第7次醒来的时候，床底多了一把刀，但他确定这把刀他从来没见过。云芝醒来的瞬间没有感觉到疼痛，而是一种说不出的不对劲。他甚至没有立刻睁开眼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正在醒来，这种清楚让人不安，像是这个画面已经重复过很多次。他的呼吸平稳，心跳却隐隐失序，身体深处有种违和感慢慢浮上来，像是他早就经历过这一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他睁开眼，看见一片干净的过分的白色天花板，那种白没有任何瑕疵，像是刚被刷过，又像是被反复重置过无数次。他慢慢坐起来，床单整齐的没有一点皱褶，甚至没有残留体温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指尖轻微颤了一下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颤，但这个细节让他更加确定一件事，他不是第一次醒来。这个念头没有来源，却异常清晰，就像一段被刻意压住的记忆正在松动。他环顾四周，房间不大，四面白墙，没有窗，也没有任何能判断时间的东西。整个空间安静的不自然，没有空调声，没有外界声音，甚至连自己的呼吸都显得过于清楚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轻而规律，像是早就知道他会在这个时间醒来。云芝的身体瞬间僵住，他没有动，但心脏却猛地漏了一拍。你醒了吗？门外传来男人的声音，平静的没有任何情绪，像是在确认一件既定的结果，而不是在关心一个人。云芝没有回答，但他的脑中闪过一个模糊的念头。这句话他听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敲门声再次响起，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人站在门口，整齐干净。他的神情温和，甚至可以说是好看。但云芝在看到他的瞬间，身体却本能地紧绷起来，像是某种深层的警告正在提醒他，这个人很危险。男人看着他，像是在确认什么，然后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早安，云芝。他愣住，他叫出了他的名字，但他完全不记得他，甚至连自己是谁都没有完整的记忆。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，像是属于他，又像是别人的。男人走进房间，顺手把门关上。我是你的监护人沈墨。这个名字落下的瞬间，云芝的头猛地一痛。画面突然闪现，闪烁的红色警示灯，刺耳的警报声，他倒在地上的视角，血慢慢在身下扩散。而沈墨站在他面前，低头看着他，表情和现在一样平静。他似乎说了什么，但声音像被抹去一样消失，整段记忆在那一刻断裂。云芝猛地回过神，呼吸变得急促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我见过你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不确定。沈墨看着他，笑容没有变。不只见过。他停了一下，像是在观察他的反应，第7次了。空气在那一瞬间变得沉重。他不知道这代表什么，但身体却先一步感到恐惧。那不是突如其来的，而是累积过很多次的恐惧。他的手开始发冷，他盯着沈墨，试图从他的表情里找出破绽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他太平静了，平静得不像人，更像是在执行某种既定流程。沈墨向前走了一步，语气依然稳定。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很简单，找出第6次为什么失败。比起死亡，失败这个词更让人不安。云芝没有回答，她的视线慢慢往下移，落在床底。
那里有一把不该存在的刀。黑色刀鞘安静地躺在阴影里，像是早就被放在那里，等他发现。他的呼吸变慢，心跳却越来越快。他很确定自己没有把这把刀放在那里，但同时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像是他应该认识他。他慢慢蹲下，手指伸进床底，在碰到刀鞘的瞬间，一段声音在他脑中清晰响起：不要相信第7次的自己。他的手瞬间停住，呼吸几乎消失。他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，但他很确定，那不是别人说的，而是他自己留下的。你在做什么？沈默的声音忽然从背后靠近，近得让人不安。云芝几乎是本能地闪开，没有回答，而是盯着他问：如果这是第7次，那前6次我怎么死的？沈默微微停顿了一下，短的几乎察觉不到，但他看见了。意外，他说。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意外，坠落、失陷、心因性停止。他的语气平静得像在报告数据，而不是描述死亡。云芝没有再问，他转而看向房间另一侧的镜子，走过去，镜中的自己陌生又熟悉。他伸手触碰镜面，冰冷而真实。但就在他准备收回手的瞬间，他愣住了。镜中的自己没有跟着动，那个他站在原地，嘴唇轻轻动了一下，像是在说什么。云芝猛地后退，再看过去，镜子恢复正常，只剩他一个人。怎么了？沈默问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他。这里没有窗，对吧？沈默点头。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不安全。他的语气依然平稳，但云芝的心却微微一沉。外面是什么？沈默沉默了1秒，然后说：失败品。这个词让空气变得更冷。云芝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他突然很确定一件事，他不想变成外面的那种存在。他的手还握着刀，没有放开。他抬起头，看着沈默，露出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笑。那我们从哪里开始？沈默也笑了。从信任开始。云芝在心里默默重复了一句话。不要相信任何第1次见面的人。他的手指微微收紧，刀还在掌心。而这一次，他没有打算再照规则来。云芝没有立刻松开那把刀，他站在房间中央，像是刚从一场被强行中断的梦里醒来，却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第1次醒还是第7次醒。刀柄的冰冷贴着掌心，那种触感很清晰，但越清晰反而越让他不安，因为他隐约觉得自己应该对这把刀有更深的熟悉感，甚至不该只是第1次握着它。沈默站在不远处，依然保持距离。他的存在像这个空间唯一不会崩坏的东西。他看着他说：你刚刚在门外停住了。云芝听见停住这个词时愣了一下，因为他的记忆里他是后退了，而不是停住。但沈默的语气却像是在替他修正叙述。他问如果自己没有停会怎样？沈默沉默1秒后说他会走到底，然后回不来。云芝追问回不来是死吗？沈默没有直接回答，只说这里的规则不是线性的。他以为自己在重来，但其实不是重来，而是修正。修正这个词让云芝第1次真正感觉到不对劲，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更深的被动感。好像他的人生并不是在选择，
而是在被调整。他开始回想那条白色通道过于干净的空间，还有光线那种微妙的延迟感。他问沈墨外面的那些影子是什么？沈墨说是失败的版本。他追问是谁的失败版本？沈墨看着他说是他。这个答案很简单，但云芝却没有立刻震惊，反而出现一种奇怪的熟悉感，好像他早就知道，只是一直有人没说出口。他再次走向门口，打开门，白色通道再次出现。这一次他没有立刻踏出去，而是站在门边仔细观察，才发现整个空间并不是静止的，而是有极细微的延迟。光线会慢半拍变化，阴影会晚一点出现，甚至连空气都有一种不自然的滞后感。他往前走一步，脚步声在空间里回荡，但回音比动作慢了一点。他再走一步，开始刻意盯着墙面，发现墙面并不是单纯的反射，而像是在模仿他的行为，甚至有一种跟随延迟。他伸手触碰墙壁，冰冷的触感很真实，但他没有立刻收回手，而是停留几秒，直到墙面像是迟疑了一下，才恢复原状。这让他确定一件事，这里不是空间有问题，而是时间被拆开了。他继续往前走，通道越深，那些影子越明显。他们一开始只是模糊轮廓，但逐渐变成人形。只是这些人形都不完整，有些脸像被擦掉，有些动作不连续，甚至在同一瞬间出现在不同位置。云芝停下来，其中一个影子也停住了。他没有真正的眼睛，但他却清楚感觉到他在看他。那不是现在的他，而是某个更早版本的他。他开始后退，但影子没有停止，而是像被唤醒一样开始向他靠近。速度不快，但很确定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脑中突然闪过画面。他站在同一条通道里，没有后退，而是继续往前走。然后影子贴上他的身体，接着画面中断。云芝猛地回神，那不是想象，而是一段记忆的残片。他开始明白一件事，他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也不是第一次走到这一步，而是已经走过很多次，只是每一次都失败了。而这一次，他开始保留了一点点不同。他立刻转身往回跑，几乎是本能逃离那条通道，直到回到房间关上门，世界才像被切断一样安静下来。他靠着门喘气，但思绪却异常清晰。他开始理解那些影子不是怪物，而是他的失败版本，是某些选择走到终点后留下来的结果。沈墨看着他，语气依然平稳。云芝低声说，那些不是失败品，是他自己。沈墨没有否认。云芝握紧刀，问如果这次他不再听会怎样？沈墨沉默了一下。那就会开始第8次。但这一次他补了一句更关键的话。他说第7次开始有记忆残留，代表系统已经不稳定。云芝抬头说，系统？沈墨第一次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看着他的眼神比之前多了一点变化，像是在评估他是否已经越界。但最后他还是说了，你以为这是世界，其实只是修正场。云芝问修正场是什么？沈墨说是一个用来筛选结果的地方。每一次他的死亡或失败都不是结束，而是被丢回来重新调整。但调整不是让他变强，而是让结果趋近某个固定终点。
云芝听到这里，忽然意识到，他所有的选择可能都只是被允许的偏差。他并不是在逃离命运，而是在被命运修正到某个既定答案。他忽然问沈墨：“那你是什么？”这一次，沈墨停了很久，他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长。最后他说：“观测者。”这个词让云芝心里一震。沈墨看着他，像是在确认他是否还能理解。他说他不是唯一的实验体，也不是唯一的变数。这个场域曾经有很多人，但大部分都已经停留在失败版本里。只有极少数能进入下一次循环。而他是目前唯一进入第7次，仍然保有记忆残留的人。这代表一件事，他正在开始偏离修正结果。云芝问：“偏离会怎样？”沈墨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看向门的方向。门外那条白色通道开始微微变化，原本稳定的光线开始出现细小裂动，像是空间在不稳定呼吸。他最后只说一句话：“偏离开始后，修正就会变成追杀。”云芝沉默了1秒，然后慢慢握紧刀。他第一次不再只是被动理解，而是开始主动意识到一件事。他不只是被困住，他是被追着修正的存在。而这一次，他没有选择退后。他重新打开门。白色通道比刚才更亮，但也更不稳定。影子出现得更快，甚至有些影子已经开始重叠。他往前走，这一次没有停，也没有回头。直到他在通道深处看到一面镜子。镜子里不是他现在的样子，而是另一个版本的他。眼神空洞，身上有明显战斗痕迹。他看着自己，嘴唇微动，像是在说话，但没有声音。云芝贴近镜面。那个版本的他忽然抬手，在镜子上写下一句话：“不要相信沈墨。”云芝的呼吸停住。下一秒，镜子裂开，整条通道开始震动。他猛地转身往回跑，但这一次门已经不在原本的位置。白色通道开始变形，影子开始追上来，而沈墨的声音从极远的地方传来，第一次带着几乎听不出情绪的变化。修正开始加速了。云芝没有停下来，他往前跑，但很快就发现一件不对劲的事。门不见了，原本应该在他身后的出口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像是被整个空间抹掉。白色通道开始变形，墙面不再笔直，而是出现细微的弯曲与扭动。他的脚步声变得混乱，回音不再只是延迟，而是开始重叠。有些声音比他的动作还快，有些却慢到像是来自过去。他停了一瞬间，但那一瞬间，他忽然意识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。不是他在移动，而是整个通道在移动他。他转头看向身后，那些影子已经不再只是缓慢接近，它们开始加速。动作依然不连续，但每一次跳动都更接近他。它们像是从不同时间被拉到同一条线上，重叠、错位，反复出现。有几个已经靠得太近，近到他几乎可以看清轮廓。那不是怪物，那是人，只是已经没有现在的人。云芝的呼吸变得急促，他握紧手中的刀。那句话忽然浮上来，不要相信沈墨。他的心微微一沉。如果那句话是真的，那从一开始站在他身边的人就不一定是帮他的人。通道再次震动，这一次不只是变形，
而是开始出现断裂。前方的空间突然向内折叠，像是一段画面被剪掉又重新接上。地面出现不连续的缝隙，他差点踩空。他猛地稳住身体，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看见了另一个画面，另一个他，站在同一个位置，没有躲开，直接踩进缝隙，整个人被拉进去。画面在他掉落的瞬间断掉，云之猛地收回脚，他的呼吸乱了。但他终于明白一件事，这里不只是追逐，这里在重播失败。他正在经过自己曾经死去的方式，每一步都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错误。他咬住牙，逼自己不要再看那些画面，但那些片段仍然不断闪现。跌落，被影子吞没，站在原地，然后整个世界崩塌。没有顺序，没有完整，但每一个都是真的。修正开始加速了，沈默的声音出现了，但这一次不是从某个方向，而是直接出现在他脑中。云之低声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没有回应。他继续往前跑，但跑着跑着，他忽然停住，因为他发现这条通道没有终点。无论他怎么跑，前方的距离都没有缩短，反而在延长。他站住，没有再逃。他慢慢转头看向那些影子，他们停住了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像在等他，等他做出选择。这一瞬间，云之忽然明白了，这不是追逐，这是一个条件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。如果这里是修正场，那一切都不是随机的，那出口也不会是随机的。他低头看着手中的刀，然后他做了一件和之前不同的事。他没有逃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影子没有动。再往前一步，他们开始震动，但没有立刻冲过来。云之的心跳很快，但他没有停。他走向其中一个影子，停在他面前，距离只剩一步。他可以感觉到那股气息，冰冷，但不是温度，而是一种不存在的感觉。他伸出手，在碰到影子的瞬间，世界停止了，声音消失，光线停止，影子不动。然后他听见一个声音，不是沈默，是他自己。这里不是出口。云之的瞳孔微微收缩，下一秒，世界开始崩裂，通道像玻璃一样碎开，影子消失，光线塌陷，他的身体被往下拉，不是掉落，而是被抽离。所有画面被撕开，重新组合，然后一切停止。他睁开眼，回到了房间。白色天花板，整齐的床单，没有声音的空间，一切都一样，但又不一样。他低头，刀还在手上，但刀鞘上的字变了，是偏离。云之的手微颤了一下，他慢慢抬头，沈默站在门口。这一次他没有敲门，他早就站在那里，看着他。他的第一句话和之前完全不同：“你不该记得这些。”云之没有动，他站在原地看着门口的沈默。房间还是那个房间，白色的墙，干净的不合理的床单，没有任何时间感的空间。
可他却很清楚，这里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醒来的地方了。不只是记忆的问题，是这个地方本身开始变得不稳。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刀，刀鞘上的字还在。那2个字不像刻上去的，更像是原本就应该存在，只是现在才被他看见。他抬头，沈墨还在看着他。他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，甚至可以说依旧平静，但就是那种平静，让人越看越不舒服。像是他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他在这里，而是因为某种规则让他必须在这里。这种感觉，他在通道里也有过。那些影子看起来像在动，但其实只是被拖着走。他忽然问：“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沈墨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像是停顿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我一直都在。”这句话太顺了，顺得像预设好的答案。云芝盯着他，没有接话。他忽然有种很清楚的感觉，现在的沈墨并不是刚刚那个在通道里说错话的沈墨。他记得那一瞬间，当他问系统是什么时，他的眼神有过一个极短的停顿。那不是人类正常的思考，而像是某种延迟。就像墙面延迟回应他的手，就像影子慢一拍才跟上他的动作。他慢慢开口：“你刚刚说这里是修正场。”沈墨看着他，没有否认。“那你是什么？”他看着他的时间比平常长了一点点，那种多出来的时间非常细微，但在这个地方，任何不一致都会被放大。观测者。云芝没有立刻反应，他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，像是接受了这个答案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观测什么？所有进入这里的人。云芝停住，他看着他，忽然觉得这句话里有一个地方不对。所有人，他重复了一次。沈墨点头，云芝却笑了一下。那为什么我只看到我自己？沈墨没有马上接话，他只是看着他，然后说：“因为你还在你的路径里。”云芝没有再追问，他反而把视线移开，看向房间的角落。墙面还是干净的，但他忽然注意到一件事，墙角的阴影和刚刚不一样了。不是形状改变，而是位置。像是被往旁边挪了一点，很小的偏移。如果不是他刚从那个通道回来，他大概不会察觉。云芝低头看着手中的刀，他意识到一件事，这把刀是他唯一能确定的东西。通道会变，影子会变，甚至连沈墨都可能不是固定的。但这把刀没有，它没有延迟。没有错位，没有重叠，它一直是同一个。他握紧了一点。你刚刚说我开始记得是因为系统不稳定。沈墨点头。那如果我继续记得呢？这一次沈墨停得更久，他看着他，像是在评估，然后才开口：那就会被修正。怎么修正？让你回到应该在的位置。云芝轻轻笑了一下。这句话他听懂了。如果我不回去呢？沈墨看着他，那就会被排除。云芝没有说话，他只是往前走。1步，2步，直到距离沈墨只剩下不到2步。他停住，抬头看他。镜子里的我叫我不要相信你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没有质问，没有试探，只是把一件事说出来。沈墨的眼神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变化，不是明显的，但那个变化比任何表情都更清楚，像是某个稳定状态被打破了一下。那你呢？他问。
你相信吗？云芝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看着他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你有一部分不在这里。你不该得出这个结论，他说。那你告诉我。他压低声音，你在看谁？这一次，沈墨没有回答。他直接转开了视线，不是看他，而是看向他身后的某个方向。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但他的眼神却像是在接收。那一瞬间，云芝忽然明白了，他不是在观测他，他是在回报。下一秒，房间的灯光闪了一下，然后才恢复。墙面的阴影再次偏移，床边的影子变长了一点，整个空间像是被重新对齐。沈墨重新看向他，那个眼神又恢复成原本的样子，干净、稳定，没有多余的东西。把刀给我，他说，声音很正常，正常到让人不舒服。云芝没有动，他只是把刀握得更紧。如果我不给呢？沈墨看着他，这一次他没有立刻靠近，但那种压迫感反而更明显。那我会让你回到正确的位置。云芝轻轻吐了一口气，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你说的那个位置？他看着他，是我会死掉的地方吧？沈墨没有回答，但那一瞬间的沉默已经够了。云芝笑了，不是开心的笑，而是一种终于确认什么的笑。他往前踏了一步，距离几乎贴近。那你来试试看。下一秒，灯灭了，房间瞬间陷入一种不自然的黑，不是完全看不见，而是像还残留着某种影像，像是画面还没完全关闭。云芝没有动，他站在原地，手中的刀反而变得更清楚。然后他听见声音，不是沉默，不是通道，而是脚步声，同时出现，从不同方向慢慢靠近。他没有转头，但他知道，那不是外面的东西，是在房间里。他慢慢呼吸，然后转过头。黑暗中站着一个人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越来越多，全部围在他周围。他看不清脸，但他不需要看清，因为他知道，那些全都是他。